老师，我们看到这一次 B2，在中东大杀四方，我心想 B2 真的不是这种外星人的逆向工程做的吗？而且只有美国人可以做得到。对，那目前来讲，只有美国人做得到。你看这个头像不像 UFO 那个机身上那个小窗子打开来，哎，是有一点像嘛。但是这张图里面，我们主要是看它的这个 GPU-57，这张照片大家很少看到，就是 GPU-57第一次在看到在它的机舱里面打开来的状况，因为这个机舱都封起来，对不对？对，这个是它打开来的时候的状况，哎，表示说你看它这个本身来讲，它有前面中翼也有后翼，前中翼后翼调整它的角度，让它能够精准的达到目标，而且它有导引有控制，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飞弹下去它钻孔钻地，因为钻地嘛，穿甲弹，对，穿到某个下面。另外一架飞机继续穿在同一个洞，然后穿在同一个洞，它就可以增加它的命中率跟杀伤效果。这张就是它的武器系统，它可以带20吨的炸弹。如果假如说我们一部车子，比如说2吨，它就可以放10部小轿车，可以放在上面，而且啪啪啪依次丢下去。对，哎，它的载弹量这么大，载弹量目前来讲，它的载量量很大。它载弹量大的原因就是它用Flying Wing， 它只有一个翅膀，翅膀下面几乎全是放炸弹，然后机腹下面放的就是那个穿甲弹。当时在1947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美国 Northrop 我们叫做挪厂，它就研发了这种所叫的 Flying Wing 飞行翅膀。注意到这个特性它后面没有尾巴，也没有垂直方向舵，也没有水平方向舵。这种飞机在控制方面来讲，就是不太容易控制，所以它的控制叫做 fly by wire， 完全用 computer 操纵。如果 computer 当掉，它就完蛋了。对，哎，这个是它的飞机的侧面侧面你看后面跟了好几架战斗机，为什么护航因为它的马赫数只有0.95，万一敌人来打它，它又没有后面翅膀做 maneuver 的时候，它 pitch up 以及它俯仰或者是向右偏左偏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现象，它要修正的很慢，但是呢。它就不需要，它是直着飞，为什么呢？它逆中主要是它这样看，逆中看起来的话，你看只看到这一块，那好处就是说它可以省油，所以就是因为省油的特色呢，它 Airbus 呢也希望能够模仿这种飞机，但是 Airbus 可以吗？对，但 Airbus 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因为这里面它载客量不够大，载客量不够大，赚不到什么钱。对，这一块就告诉大家，它这个飞机移展的时候有52米，就是 tip to tip， 这两边展开来有52米，跟波音747差不多宽但是呢，它的长度只有1/3，看到它的宽度是一样，长度只有1/3，这样就轻了很多嘛。轻了很多，所以说基本上来讲轻了很多，但是它的速度呢，因为它带了很多炸弹，所以它的速度是0.95马赫。也就是说，1160公里左右每小时，一次载满，它可以中间加油，然后飞很远，1000公里以上。所以我们这次才看到那么多的加油机，对，飞到一半的时候，它尽管载弹量这么大，继续往敌方的目标过来前进。而且最重要就是说，你可以看这个导播可以照下这张，你可以看到它敌人的雷达这样看过去，它是不是只看到这条线？对，0.01米平方，也就是说，它的雷达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光点。这个小光点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比说雷达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光点，杂讯嘛 ，noise 嘛，对不对？对。它跟那个 noise 叫做背景杂讯很接近，所以你根本搞不清楚是背景呢还是杂讯呢，它可能觉得还是飞机？可能是个鸟或怎么样，但没有。对，它其实是 B2。其实是 B2，但是。它有一个致命伤，这不知道该不该讲还是讲一下好了，增加这个收视率。一旦它被锁定，就是一旦被别人发现，被敌人雷达发现，它就被锁住。对，而且它正面看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对，你0.01嘛，但是侧面看、上面看，就不是这个数字了。对所以这就是它现在要改善 ，B2 要改善。所以现在去年试飞 Northrop 成功 B21。就是它的下一代，对，就把这些缺点大致上做了一个改善。这张就是很有意思，
这个里面就会告诉你它的关键技术了。第一个，它雷达用锡箔材料，刚刚看到那一条，对不对？它用的是锡箔材料，所以你雷达这样照过去的话，它基本上来讲，这个雷达波没有就是反射一条线而已。被它吸光了。啊，它没有，因为雷达要反射才可以知道你的特色嘛，对不对？第二个，它引擎布置跟排气道的设置，它不是直接注意到这个地方，它是蛇形进气道，这个是蛇形进气道，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的它雷达进去啊，那个反射报到哪里去了？它不是一直通到底的。对，所以这好处就是说逆中，让引擎的口可以逆中，这个热可以减少，但是缺点就是说引擎的效率不够高。对，引擎效率不够高，所以马赫数只有0.95。但是它有个辅助系统，一旦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它前面会开2个小的窗子，叫做 butterfly 玻璃 butterfly 叫蝴蝶，它这个会打开来，怎么样？让它进气道能够多一点进气，对，引擎效率提高。这是它的。你说在最重要的时刻，它可以加速的概念。它可以有一个让它引擎燃烧更好的概念，然后再来呢，就它的特色就是电子战，它里面有一套非常好的电战系统。这个电战系统呢，它可以干扰你敌人的飞弹系统，可以误导你敌人的飞弹系统，更增加了它的隐形特性。那么这个是莫斯科，它的飞机可以直接飞到莫斯科，莫斯科在这里，对不对？对，再飞回来，不被发现，完全不被发现，完全不被发现。如果你照了目前它的这种形势来讲的话，雷达你俄罗斯的雷达发现不到它了，虽然它速度慢一点，对，没有关系，后面有好几架跟着走，而且不被发现，黑的去黑的回，基本上不会被发现。所以你注意到看，黑的去黑的回，你看它是不是黑的去？对，哎，又是黑的，雷达又看不到，那是不是就很安全？哎，所以它的特性就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哈，第一个玻璃纤维就 fiberglass， 对，这方面我们做的很，我们台湾这方面做的很好。你看这个黄色的全都是玻璃纤维，玻璃纤维锡箔啊，然后呢，在进气道的地方，因为有热的关系，它是用石墨 ceramic 的东西在这个地方 graphic ceramic 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再来其他地方就是用铝了，因为你要强度啊，你基本上铝少不掉嘛。对，然后最后就是钛合金，在很热的地方用钛合金。我这顺便讲一个很小的故事。当年这个米格机飞机来投诚的时候，米格飞机大概15还19啊，忘了。来，我们投诚的时候，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从飞机上看到它的温度，表面温度不是很高，对，凉凉的一层。对，那美国的这个 CIA 中情局 FBI 特别来刮了一块啊，我们不能刮他的飞机，譬如 F-16，他来我们这边刮一块都要经过他同意，他刮我们的飞机顺便刮了一块，回去化验，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那什么？少克。哎，这又是可以提高收视率的时间了。那是什么？就是桐油。桐油。哎，中国大陆的米格机上涂了一层桐油，一层桐油是干什么？你知道吧？古代的人死掉的时候，棺木上涂桐油，一年涂一层，一年涂一层。为什么？就让它这个木头不会腐化，对，而且保持它本身的特性。他把这个技术用在米格机上，所以它这个米格机的飞机表面上的涂层非常光滑，不容易被反射。哦，哎，那他有没有用这技术？我们不知道，啊。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啊 ，RCS 0.01。那这个计划从1988年开始第一架首飞，然后1989年开始服役。然后这个计划就是基于吉米·卡特1978年 Advanced Technology Bomber， 就是先进的高科技的轰炸机的技术啊，开始启用的时候，就是用它这个技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瑞典的沙巴的 JAS-39，啊，这一型的战斗机呢，大家可以看到图像这样的，小一架。对。啊 ，B2 它的 RCS 就跟它一样，这么大个飞机，但它在雷达面看到的好像一架小的战斗机一样，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你雷达上看到一个点，要不然就不被发现，背景嘛。对。雷达背景的杂讯嘛。如果发现，人家以为只是一个战斗机，根本不会觉得你是一个 B2 的 bomber 的轰炸机。哦，老师，我们刚刚一路听下来哦，B2已经在这一次中东大杀四方，而现在美国还有更多的杀器，B21也都弄好了，对，比 B2 更密宗吗？对美国来讲，那个 B2 已经算是
这个爸爸级的了，他真正的儿子级的马上就要出来，儿子要出来了21，他去年首飞第对一次测试，但是这个里面因为公布的资料非常的少，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大概的一些内容，而且量化的数据都没有。但是据我们知道，它一定改良了 B2 的很多缺点。第一个，它的 RCS 一定比0.01平方米要小。哦，第一点，因为它是0.01，对不对？对，它一定比它小。第一点，比它小，那一定尺寸比它小，是不是？一定它的尺寸也比它小，所以才会比0.01小。第一个，第二个，它的这个可能因为小了嘛，那载重量也比较小一点，但是相对来讲，它的速度就提高了。啊，第三个，它现在因为这个是 B2 等于是早期的设计了，所以它的飞行控制跟电脑之间的结合没有现在那么熟练。它现在非常熟练了，所以它在控制在 pitch 就是这个头上仰跟这个侧滚这方面的很多缺点，可能基本上它做的比 B2 要来得好，比较安全，比较安定，而且飞行员觉得飞起来会比 B2 要舒服。国民现在以全世界的军事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无人机。因为台湾来说，台湾需要的是什么？无人艇。而在台湾现在要办一个叫什么？台湾无人机的比武大会了。那个叫无人艇的比武大会啦。无人艇的比武大会大家以前看武侠小说啊，不是说什么华山论剑有没有？哎，没想到上个礼拜呢，在苏澳举行的一种我们叫无人艇的比武大会啊。那比武大会呢，很简单，就是说，哎，把各家因为台湾的MIT 实力很够嘛，就是把各家的船厂哦，你要生产无人艇，要竞标军方的无人艇是好，通通来集中在苏澳做什么？通通做比武嘛。比武比的是什么啊？比的比如你的航行速度啦，然后你的雷达截面积啦，或者说两带坡性等等哦，这个叫比拼的项目哦。那其中我们有几家特别值得关注啊。其中第一家呢是所谓的雷虎科技哦，雷虎科技对，就是右上边哦，它叫海沙800哦。对，海沙800呢它其实它的材质叫做铝冲压的材质哦。那铝冲压材质就是说，第一个它比较轻哈。那换句话来讲说，它的加速度比较快哈。你可以小小的一艘这个无人艇啊，虽然说当时候啦，大概前2个礼拜前好像在奥底迷失了，就我们叫海上流浪记哦，但是捡回来了。捡回来之后呢，他就参加比武哦。那其实你不要小看这家公司哦，这家公司以前是做无人机的。那无人机的话，其实做无人艇啊，它绝对能够胜任哦。那我这边是拿到这个 DM 呢，这 DM 呢讲就比较有趣哦。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说，第二个它快速嘛，啊，快速的话，其实我们不是想到说，前一阵子好像乌克兰好像利用一些无人艇，好像去撞击黑海舰队的舰长，没有错。我们就是用这种东西哈，那这种东西的其实，所以这一艘可以复制乌俄战争的那一幕。我们先讲说厂商的只提供一个载台，对，我们讲的比较保守一点啊。那你上面呢是要放感测器，还是要放武器？就客户选择，叫客制化哈，这我们讲轻一点哦。那第二艘呢，我们讲到说这个所谓的龙德这个所谓的黑潮哈，那右下角这个黑潮一样哈，它长得也很像这种所谓快艇哦，但是我们讨论的都是所谓的无人艇。船上没有人的啦哈，那这艘有什么特别呢？它是用所谓碳纤维去打造，碳纤维去打造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重量轻嘛，第二个你雷达波扫过去之后一样没有什么轨迹所以其实你不要小看这家无人艇小一艘，它的制造的无人艇曾经现在已经在新加坡海军的服役。换句话说，新加坡海军他们所用的无人艇是这家船厂制造的。很难想象吧？所以新加坡的海军已经在服役这个无人机艇了。用我们的这家船厂制造的无人艇，已经在新加坡海军服役了。所以其实我们要急起直追了。那第三招比较可爱，你看到右左下角，这个短小的，这个叫碳基科技，它是用什么材质制成的？就碳纤维啊。碳纤维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不是金属嘛，所以一样，就是说它的材质它不是金属，雷达。扫过去之后，很难追踪得到对它的表格你看这么好看的表格，你看短小，第一个它也是全电的逆中无人船，全电对。最近大家都在讲逆中，B2也是逆中，这也是逆中。对啊，第一个它的体积小，然后海浪的话，其实它有上下起伏嘛就雷达雷达波扫过去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不到。第二个，它那么小，你真的不好找那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叫电动就是说它用电动电池啦那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说平常我们走在路上不是骑欧多拜，滚很吵，但是你用 GoPro 机车，
静音听不到嘛。对所以其实你看哦，如果说假设哈未来哈这种无人船发展科技完成之后呢，它把它散布在各个我们叫大洋上哦。这边摆一个，那边摆一个，它们的距离行驶距离都很长哦，行驶距离30公里摆一个，我们叫哨兵好了，它上面放着各种感测器，好，这是第一型嘛。那第二型的话，它可以把很多的资讯传回给后端吗？后端的话，其实你就不用去海上侦察兵啊，你就不用担心那些前阵子不是有一些偷渡客吗？对，好不好？其实你看又可以用在海防嘛，哦，那用在海军的身上很简单啊，就是说它可以广布哈这些所谓的探机的无人船哦去。跟踪敌舰，监视敌舰，有状况传给后端嘛。但是你不要小看哦，其实探机哦，它以前是做无人机的，我们的无人机，我们的瑞渊呐，什么一大堆无人机都是它有参涉其中哦。但是呢，它现在呢把这些科技呢用到无人船上，当然是势所期待。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还是跟美军的战略有关系啊。其实美军的战略其实当时有一个将领叫帕帕洛嘛，但帕帕洛他不是提出什么第一军官吗？那第一军官的计划呢，除了用广大的无人机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有无人艇哦。为什么帕帕罗会这样讲哦？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台湾的 MID 厂商制造的东西没有问题，对。但有问题的是说，你怎么样整合嘛？那其实我们的一些中科院它整合能力也不错啊。那在万一战时或紧张的时候呢，把国内的厂商的这些优秀的生产量统统接起来做什么？生产这些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艇啊，因为其实从俄乌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到说了，无人机、无人艇已经算是一个消耗品了，你必须把它看成说一日的单兵的消耗品来算。而且国民，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探险家1号，我们刚刚看到这一张，对，让我非常惊讶是什么？它的船速15到35节，它小小的，表示什么？小小的，飙超快。第二是什么？来，它有 CPU 的主频，还有 CPU 的算力。它飙超快之后，它等于是一个海上的行动电脑，啾跑来跑去，所以你才会说它是完全监控整个海防都有可能的。而且我们刚才讲过，因为它是用电池，说安静啊，所以其实你就算用雷达，雷达不容易看得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用听音辨位的方式其实也很重要。第三个就是说它的材质相对我们叫铝材或钢材比较便宜嘛，你用碳纤维来讲，其实第一个它轻，第二个它如果量产之后呢，你就可以我们讲白点叫海上雄兵嘛。那海上雄兵的话，其实这个还是要获得军方的采购呢，会比较实在。因为其实军方一旦认证之后呢，其实厂商一旦大量生产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部队呢，不管是在监控海防还是说海军作战来讲，其实都能达到俄乌战争的契机。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